库尔德作为公认的最不受欢迎的民族，曾多次遭受到中东国家种族灭绝式的迫害。那库尔德人为什么这么不受待见呢？大家好，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在这里，猫爷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点赞、订阅加小铃铛，精彩内容不容错过。中东历来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只看拳头不看道义。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以色列，这个国家只有930万人口，却足以在战火纷飞的中东立足。而与此同时，3200多万人口的库尔德人却依旧无家可归，没有属于自己的国家，直到今天都被各国视作不受欢迎的民族。中东地区共有5大民族，他们分别是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伊朗人、库尔德人和犹太人，其中只有库尔德人没有属于自己的祖国，由此得名中东孤儿。目前，库尔德人是全世界没有独立国家的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库尔德人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之中，在大国冲突与恐怖主义袭击的夹缝中生存。有战争以来，男性一直是部队的主力。如果要问世界上女兵比例最大的国家是哪一个，你可能会觉得是女多男少的俄罗斯，或者全民皆兵的以色列。然而答案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库尔德武装。由于多年处于战争状态，库尔德男性人口急剧下降。为了保卫家园，许多女性毅然决然选择扛枪上战场，因此库尔德武装的女兵比例高达40%，接近一半，举世罕见，是世界上女兵比例最高的一支武装部队。这些女兵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背后，是为了保护族人的自我牺牲。她们的战斗意志比许多男兵还要顽强。2016年叙利亚阿勒颇会战中，甚至出现300多名库尔德娘子军大战2000多名恐怖分子的壮举，最后他们全部牺牲，无一人投降。2019年，英国和美国以此合拍了一部名为《战火中的女神》的纪录片，讲述的就是这群库尔德娘子军的故事。广义上的中东指的是从地中海东岸到伊朗高原之间的广大区域，囊括西亚和北非，历来是一片是非之地，多国势力牵涉其中，包括美国和俄罗斯这2个世界大国。民族、宗教、内战冲突不断，恐怖主义盛行。这里盛产石油，也盛产军阀、野心家和恐怖组织。库尔德人聚居区习惯上称之为库尔德斯坦，位于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4国交界，是中东的中东。库尔德人目前的人口约为3200万，其中1600万在土耳其东南部，700万在伊朗西部，750万在伊拉克东北部，220万在叙利亚东北部。这4国政府军都曾经对境内的库尔德人进行过大规模的清剿和驱逐，特别是土耳其，不止常年与库尔德武装作战，将其视作恐怖组织，甚至还对库尔德人发动过战争。2019年，土耳其政府军发动代号“和平之泉”的军事行动，投入15万兵力，剑指库尔德武装。因为土耳其军队的围剿，接近100万土耳其库尔德人逃难进入叙利亚和伊拉克库区。库尔德问题可以说是中东问题中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作为一个风俗、语言、文化、武装都无法统一的跨国民族，库尔德人是中东5大民族中唯一无法建立国家的一个。但是，强悍的库尔德人多年来面对叙3国政府军的围剿和对抗极端组织，却一直没有屈服。正如库尔德人的格言，除了山脉，库尔德人没有朋友。作为中东第4大民族的库尔德人，却被分割在4个国家。库尔德人独立建国意味着对4个主权国家的挑衅。库尔德人曾经的靠山是美国，然而自从2019年美军撤离库尔德斯坦之后，这个可怜的民族再次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弃儿，独立建国遥遥无期。转眼4年过去了，库尔德人依旧无家可归，夹在复杂的中东局势之中。库尔德人的祖先是发源于伊朗高原的米底人，后来迁徙到库尔德斯坦，是一个游牧民族。公元前5世纪，居鲁士大帝一路西进，将库尔德斯坦并入波斯帝国，由此
库尔德人开始了被异族轮番统治的千年血泪史。之后，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又纷至沓来。库尔德人见证了无数侵略者金碧辉煌的圣殿化作一抔黄土，也见证了无数帝国灰飞烟灭。他们如同历史的流浪儿，仍然无所归处。库尔德人离建国最近的一次机会，还是在两伊战争期间。8年之久的两伊战争，打的伊拉克是山穷水尽，损失了超过20万军队，欠下了高达800亿美元的债务。为了转移矛盾，便入侵了科威特，这给了美国下场的机会。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同年，库尔德人迎来了机会，在美国的帮助下，库尔德人举行了大起义。这也成为美国和库尔德人的第一次合作。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在伊拉克的库尔德聚集区设立了非军事区，伊拉克政府军无法进入，库尔德人便趁势宣布独立建国，升起了库尔德斯坦的国旗，和美国进入蜜月期。当时的库尔德人都认为只有美国是库尔德人的朋友。2003年，美国又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悍然入侵伊拉克。伊拉克战争爆发，美国建立了新的伊拉克政府。而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美军开始为库尔德人提供物资和武器，让他们帮助自己打击伊拉克境内的反政府军和组织。结果，美军捅了一个大篓子。由于伊拉克前政府军无法得到妥善安置，大量失去工作和家庭的流民和某些被煽动的人也进入伊拉克。伊拉克成为了无数武装的养蛊地，不少组织趁机也进入伊拉克和叙利亚。2014年 ，ISIS 崛起，使得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为了对抗恐怖组织，美军只得扶持自己唯一忠实的盟友，也就是库尔德人。库尔德人战斗力是真不低，美国的前一跟上来，他们就动员了大量战士，打得 ISIS 始终无法占领库尔德聚集区，还帮美军收集了不少情报，干了不少脏活累活。相较于其他地区的库尔德人，伊拉克库尔德人算是地位最好的。不仅有自己的自治区和武装，还有多位高官在巴格达任职，但是始终需要面对伊拉克各方势力的围攻。只是他们至始至终都是一把被人用来用去的枪。在多年战争状态下，库尔德人口锐减严重，而且四国库尔德人却并不团结。2017年，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的库尔德人进行独立公投，支持率高达92%。这让整个中东都炸了锅，甚至连美国亲儿子以色列都出面反对。对于中东各国而言，一个3200万人的民族独立建国，只会让中东局势更乱。2019年，支撑不住的美军终于在16年后正式撤出库尔德聚集区，这让库尔德人彻底绝望了。这个他们曾经认为最为可靠的盟友都拍拍屁股走人了，也许建国希望再无。长期分居各地的库尔德人，连语言和文字都无法统一，也无法形成统一的民族阵线。光是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就有库尔德工人党、库尔德民主联盟、库尔德爱国统一战线、库尔德自治军等大大小小20多个组织，根本无法团结。目前来看，土耳其库尔德人承受着最大的压力，一直处于在和土耳其政府军作战的状态之下。而伊拉克库尔德人和叙利亚库尔德人则面对着与恐怖组织作战的任务，而伊朗库尔德人算是最岁月静好的一个，作为伊朗的少数民族，享受着自治地位。然而教派冲突也难以避免，因为库尔德人多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而伊朗则是什叶派。至于人数最少的叙利亚库尔德人，因为打击亲俄的阿萨德政府的需要，美国曾经扶持他们建立了叙利亚东部自治区。他们在多年的同 ISIS 的战斗中积累了大量经验，成为了中东最能打硬仗的部队之一，还有过300叙利亚库尔德娘子军对战2000名恐怖分子的胜仗。只可惜库尔德人的经济仍然较为落后，不足以反抗土耳其、伊朗这类地区强国，再加上美俄只是把库尔德人当作博弈工具，统一的库尔德人国家仍然遥不可及。好了，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此你怎么看？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